今年真的可以说是新能源的元年，有太多的强劲新能源车型上市了，而且如今新能源市场内卷太严重了，不仅仅要考虑能耗、用车成本，智能化方面呢，也是消费者们尤为关注的，动力还得强劲。那么今天这台车能否开启智慧豪华新能源的大门呢？没错，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身边的这台 AITO 问界 M5EV。作为 AITO 品牌首款纯电 SUV， 它的出现标志着 AITO 品牌正式进军到纯电动车市场。外观方面呢，用2个字足以形容：简约。设计师用简单的线条就勾勒出了车身，压低的车头造型，上扬的尾部造型，完美的将动感和美感融合在了一起。这台车上采用了很多当下新能源流行的设计，封闭式的中网是必不可少的，全 LED 的大灯不仅仅能够提高车头部分的科技感，同时呢还能够降低它的风阻系数。20寸的低风阻造型轮圈在转起来之后，能够营造出光影流动的视觉效果，匹配倍耐力的 P0 轮胎，这与其他采用低滚阻轮胎的新能源车型完全不同。问界 M5EV 不仅追求如何带来出色的续航表现，同时呢也很注重操控。车尾部分呢与整车的设计语言保持一致，贯穿式的尾灯延展到侧后方，与腰线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配合 AITO 的字母标识，在夜间能够提高它的辨识度。语院式的扰流尾翼不仅仅能让这台车看上去更加的运动，同时呢也进一步降低了风阻系数。M5EV 的风阻系数仅为 0.266 CD， 对于一台 SUV 车型而言，这样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进入到车内呢，就会发现，在外观和内饰的设计上，问界 M5EV 尽可能的用简约的方式去凸显它的质感。大量的皮质包裹、木纹材质的混搭，还有电子的换挡，营造出了很强的内饰氛围感。问界 M5EV 的长宽高呢，分别为4785毫米、1930毫米和1620毫米，轴距方面为2880毫米。这样的车身尺寸既保证了驾驶的灵活性，同时呢，也提供了宽敞的车内空间表现。我前面呢是10.25英寸的曲面全液晶仪表和15.6英寸的中控屏幕，也是车内最为吸睛的部分啊，是许多消费者们购车的出发重点呀。最新的鸿蒙 OS 智慧座舱能够带来更轻松的交互体验，同时呢，有了超级桌面功能的加持。可以实现华为手机应用的无缝直达车机，无需将软件下载至车机，保证了更快的车机响应速度。操作起来呢，就像是使用一台华为手机一样，而且呢，还能够根据车主的工况习惯，用语音提醒的方式提醒您到最近的充电桩进行充电。动力方面，问界 M5EV 提供了2种版本车型，后驱版本车型最大功率200千瓦，扭矩360牛米。CLTC 工况下续航里程达到620公里。4驱版本车型采用的是前交流异步电机加后永磁同步电机，使得4驱版本车型总功率365千瓦，100公里加速4.5秒。而且问界 M5EV 还搭载了赛力斯汽车与华为联合开发的 DATS 动态自适应扭矩系统，能够快速的识别颠簸路面条件，调整扭矩，无论是响应速度还是通过的平顺性都是顶尖的。除此之外，前双叉臂和后梯形多连杆独立悬架和铝合金的底盘也为操控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我刚刚对它的讲解呢还远远不够，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这台车表现到底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3位问界 M5EV 的车主，让他们来聊一聊真实的用车感受。我的用车需求呢，其实比较简单啊，车内的空间要大，因为这是我工作的原因啊，所以我需要一台能够尽可能多放下我设备的车。而且现在啊，油价又比较的贵啊，我们出门一般拍摄的单程距离呢不会很远，但是用车频率呢比较高，所以呢选择纯电动车会比较划算。车内空间啊，对于我们日常拍摄而言呢是完完全全的足够了，而且车内的配置特别的高，前排有座椅通风、加热，特别的实用。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出外景，可能需要呢去给设备进行供电，外放电的功能真的是帮了我不少的忙。而且呢，这台车的动力呢也比较强，4驱双电机有365千瓦的功率，车辆提速特别的快，也不会带有太强的那种像其他的纯电动车那种不适的感觉实际的续航里程呢也有大概500-600公里吧。智慧充电的模式特别好用，让我能够特别轻松的去了解到电量可以达到的里程范围，也会在我的导航路径上为我提供一些充电的场所建议，所以呢用起来其实很方便。有的时候真的是忙了一天了开着坐着都特别的舒服，也没有什么里程焦虑。其实选这台车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考虑。本身呢我就是做技术的，所以我选车的时候对于像车机系统这一块是比较在乎。而且我自己也在用华为的产品，所以保持在同一生态的情况下呢，设备无缝流转，用起来真的很方便。鸿蒙车机系统在操作界面上和手机很相像，所以用起来没什么难度。我可以把我自己常用的一些功能或者软件直接放到桌面上，软件不需要安装到车机系统上就能使用，车机系统的响应速度也快了不少。而且人脸识别的功能呢，可以直接登录华为账户。有的时候要应急处理一些工作，我坐在主驾驶用电脑操作，中控屏还能打视频会议。那个您跟我沟通那个修改，我一会儿给您不好。这台车的车身尺寸很适合代步，内部空间很大，车身颜色也有符合女生喜好的选择，停车也很方便。上下班的路上经常堵车，一般我就会打开驾驶辅助，操作起来很方便。而且我选车比较注重质感，车里用到了很多真皮包裹，摸上去手感很不错，很显档次。我开车的时候比较喜欢听歌，华为 Sound 的音响系统很好，头枕也有扬声器。这台车的隔音做得特别好，所以听上去音质清晰，特别立体。而且车里化妆镜的照明灯可以调亮度和色温，真的太懂女生了。哦，对，有一次我下班的时候要去找朋友，手机快没电了。路上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手机电快充满了。这个双40瓦的无线充电是我用过充电速度最快的了。这台车还有一个电量荷包蛋模式，当电量较低时，可以行驶的里程范围就像一个荷包蛋一样显示在地图上，真的是又可爱又实用。其实一台车好不好，还是要看它真正用起来怎么样。今天呢，我们找来的这3位车主真的是很有代表性他们不仅代表了不同的用车群体的需求，同时呢，也为我们阐述了他们在用车上的一些小故事。这台问界 M5EV 不仅仅外观内饰部分很讨喜，同时呢，车上的智能化配置也是非常实用的。对于多场景的用车需求，这台问界 M5EV 都能轻松的搞定。而且有着赛力斯和华为的加持，您不需要对它的技术和机械层面保留有质疑。而且通过刚刚车主们的分享的用车日常不得不说，问界 M5EV 的确是生活中一个非常可靠的伙伴。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去线下体验这台车。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此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